我是阿曼达。之前跟大家有分享过如何快速、简单、一次性的准备好一周的午餐还有早餐。那今天我来拯救大家的晚餐了，因为我觉得晚餐是一天中很重要的一餐。你白天辛苦上班了一天，回到家应该不会想要糊弄一餐吧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晚餐我不会像早餐或者午餐那样提前给它做好冷冻，因为我觉得你晚上回家如果吃冷冻的食品会有一点没有仪式感。那我会选择呢，先把食材提前处理成半成品，然后你回家之后很快速的就可以出锅。所以呢，今天会告诉大家，你一周只用买一次菜，然后每天回家我觉得15分钟左右吧，就可以做出2荤1素，然后热气腾腾、新鲜现炒出锅的晚餐来。想提升效率、节省时间，最重要的技巧就是提前备菜，尤其是肉类，统一处理，冷冻保存。牛肉丝，懒人可以直接买切好的，加盐、糖、黄酒、白胡椒、蚝油、蛋清、玉米淀粉，抓匀后放入保鲜袋。1包就放1餐的量哦，直接丢进冰箱冷冻。猪肉糜一直是我会常备的，用途广泛，居家必备。加盐、糖、生抽、白胡椒、花椒粉、米酒、姜泥、葱花、玉米淀粉、鸡蛋、香油混合拌匀，跟牛肉一样，按照1餐1包的分量分好，丢进冷冻。银鳕鱼我也觉得是个特别方便的食材，因为买来就分割好了嘛，把味噌、米酒、味淋、糖混合成一个酱汁，跟鱼肉拌匀腌制。同样的方子换成三文鱼也 OK 的，丢进冷冻。同样方便的还有冷冻虾仁，更简单了，买来就行，不用任何处理。还有一个猪排，炸猪排大家是不是觉得挺麻烦的？其实简单预处理一下就方便多了。猪排用刀背敲敲松，盐、白胡椒、姜葱，两面均匀抹上，腌制一会儿。入味儿后，把过多的调料撸掉，像普通炸猪排一样裹面粉、鸡蛋液、面包糠，这是油炸3兄弟。还是放入保鲜袋，记得不要使劲按压，避免粘连。丢进冷冻。最后当然还少不了鸡一只，我喜欢把整鸡按部位拆解，物尽其用。一般大家都嫌弃干柴的鸡胸部分，可以切小丁，加糖、蛋清、生抽、米酒、白胡椒、玉米淀粉，这样腌制后再炒着吃就嫩了。装好了丢去冷冻。肉多的鸡腿、鸡翅部分切小块，加盐、糖、咖喱粉、黑胡椒。这些肉之后呢，我准备做成咖喱，所以腌制不需要太多调料，丢去冷冻。剩下个鸡架，可以简单熬个鸡汤，加点姜、葱、盐就行了。熬过汤的鸡架也别扔了，勤俭持家的人会把鸡架上的肉剥下来。没想到这样拆一拆，竟然还能拆出这样一小堆鸡肉，是不是还挺多的？就不要浪费掉了，这个可以拿去拌凉面。然后鸡肉和鸡汤，如果你不打算1、2天内吃掉的话呢，也可以都拿去冷冻，因为我的计划是明天会都吃掉它，所以这2个就不冷冻了。那现在提前的备菜工作都完成了，节省时间的另外一大秘诀就是一定要善用半成品。比如说，你可以在家里常备一些像酸豆角这种可以直接拿来炒的菜。另外像笋，你如果买新鲜的笋，每天剥壳是个很麻烦的事情，所以可以买一些处理好的半成品的笋。然后番茄罐头，这个之前跟大家强烈推荐过的，很好的可以替代新鲜番茄，并且很方便。另外呢，像这个新鲜的面条，还有烤馕这种呢，我都建议你冷冻保存，因为这种面食它不太适合冷藏，冷冻能够更好的保鲜。馄饨皮也可以冷冻保存，不过用之前要先解冻。皮蛋可以凉拌，可以煮，可以炒。瓶装的酱瓜、咖喱块做咖喱很方便。XO 酱随便炒点啥都能增加鲜味。拌饭香松，还有奶酪，其实也是很好的补充蛋白质的小点心。另外，我还会把佐料也提前都备好，比如蒜头，几乎是中餐必备的。我会一次性压好一大堆蒜蓉，再用更多的橄榄油、一点盐，小火慢慢熬到蒜蓉变成浅黄色，装瓶保存。冰箱冷藏可以放1个月。还有葱花，每天都要洗干净葱再切葱花的话太麻烦了，可以一次切好1周的量，在密封盒里放1张厨房纸，这样葱花1周都能保持新鲜。其实每天想吃上新鲜饭菜，最大的难题可能是蔬菜。新鲜蔬菜几乎没办法冷冻保存，所以一定要做好计划。生菜、菜心这种绿叶菜容易坏，
安排在1周中靠前的时间吃，耐储存的，比如娃娃菜、卷心菜，就安排在靠后的时间。这个是今天吃的猪肉糜，还有虾仁。早上我拿出来解冻，现在已经差不多了。切黄瓜丝，煮个面，冷冻的鲜面条可以直接煮。调个芝麻酱汁。 加之前拆好的鸡肉、黄瓜、辣椒油，拌个鸡丝凉面。好，拌的差不多就行了，让它在旁边自己晾凉，变成凉面就行了。汆一下生菜，炒炒番茄罐头。我加的是之前鸡架熬的鸡汤。 这样简简单单就能很鲜美。解冻过的肉馅直接挤成丸子，煮成番茄丸子汤。炒虾仁我用了干辣椒，之前备好的香蒜油、黄油。出锅前挤点柠檬汁。 丸子汤好了，凉面撒上葱花和花生碎，生菜是刚汆烫过的，浇上蚝油、香蒜油，再泼点热油。今天的晚餐就是2荤1素，主食是鸡丝凉面，详细的食谱在这里可以截图保存。 今天我用到了之前备好的牛肉丝、鸡胸肉丁，新鲜蔬菜用了青椒、菜心，半成品用了酱瓜和笋，菜心白灼，牛肉丝炒过青椒，鸡胸肉丁的做法类似之前我做过的一道《红楼梦》里的菜——野鸡挂鸡，很简单的各种丁丁炒在一起就行了。今天的晚餐就是这样2荤1素配米饭。今天用了前面腌好的银鳕鱼，解冻后把表面的酱汁擦干净，丢进烤箱定好时间就行。半成品我用了酸豆角切碎，黄瓜这样削成薄片。 跟皮蛋一起煮个清香爽口的汤。皮蛋炒香后煮汤特别能提鲜。肉糜还是之前冷冻保存的，解冻后炒香，加酸豆角，炒成肉末酸豆角。 今天的晚餐还有银鳕鱼西京烧、黄瓜皮蛋汤，配上米饭，感觉还不错吧？今天准备吃的是异域风情晚餐。之前冷冻的原味烤馕，我会给它加工下，欧芹碎或是香菜碎。 加香蒜油抹匀，送进烤箱烤一烤会更香。卷心菜我会切丝后拌个沙拉，用柠檬、美乃滋和酸奶来调味，清新爽脆又解腻。
红葱头炒香，南瓜也属于耐储存蔬菜，不用担心。之前有一包鸡肉块是用来做咖喱的，还记得吧？炒香后加南瓜、咖喱块切碎，一起煮成南瓜鸡肉咖喱。今天的这顿咖喱套餐也很简单，主要时间就是等着鸡肉煮软烂。另外芝士我喜欢简单加工下，搭配蔓越莓、葡萄，淋上蜂蜜，味道会更丰富。今天想吃炸猪排，但是烤箱会更方便。最麻烦的准备工作其实上周末就完成了，现在只需要刷上油，都不需要解冻，送进烤箱定好时间就行。甚至还有时间包个小馄饨。肉糜和馄饨皮要提前解冻哦。这种小馄饨不太讲究外形，单手一捏就包好一个，其实很快的。鸡蛋准备炒罐头番茄。今日份的蔬菜是娃娃菜，浇上 XO 酱，简单蒸一蒸就很鲜美。吃馄饨我喜欢放紫菜碎、虾皮、猪油、榨菜丁。一边炒番茄炒蛋，一边煮馄饨，两边一起开火。烤箱里的猪排、清蒸娃娃菜也差不多能同时出锅。好了，今天的晚餐也做好了。今天周五的晚餐呢，我觉得比之前稍微复杂一点，但毕竟周末嘛，还是值得多花一点时间的。今天这一期主要就是想给大家一些灵感，然后让大家可以举一反三，就祝你们以后都可以实现晚餐自由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呢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、关注我、评论、转发、投硬币，一键3连。YouTube 的观众们，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做什么菜，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点这里订阅我的频道，每周都会更新。咱们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